Hello， 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歡迎來到我的頻道。今天我們要來做一場深度的知識拆解，這是一個非常核心，甚至可以說是困擾着無數頂尖人才的難題。我們到底該如何在這個高度競爭的世界裡取得世俗定義的勝利，同時卻不讓自己的靈魂被摧毀？你知道，我們在社會上經常聽到一種約定俗成的說法，大家都覺得只要我達成了某個目標，只要我賺到了多少錢，或者只要我獲得了那個夢寐以求的職位，我就會真正感到快樂了，對吧？斯坦福大學商學院的教授格拉漢·威佛爾曾經也是這種思維的超級忠實信徒，他花了整整14年的時間，真的是日以繼夜的拼搏，最後終於迎來了他人生中第一筆巨大的財務回報。那是一筆龐大的巨款，足以讓他為孩子存滿大學基金，讓他覺得終於可以徹底鬆一口氣了。在他的想象中，這絕對應該是人生最輝煌、最滿足的一刻。但是，當那筆巨款實際匯入賬戶之後的幾天，發生了一件他完全沒有預料到的事情，那就是什麼事都沒有發生。他的生活日常沒有改變，他對自己的內在感受也完全沒有改變。在那一刻之後的6個月裡，他反而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惘，甚至每天早上都找不到起床的動力。這種被稱為成就悖論的現象，其實在很多高階主管和創業者身上都非常常見。當你耗盡青春，終於抵達了那個你以為會拯救你的終點，你卻發現那裡空無一物。重點來了。我們不斷在外部世界追求各種里程碑，其實很多時候只是為了逃避我們內心的恐懼。關於這點，威佛教授提出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見解。他說，試圖透過外部的成就來尋找內在的自我價值肯定，就像是喝海水來解渴一樣。這句話真的精準地刺中了問題的核心。我們常常誤以為那些獎項、金錢和頭銜可以填補我們內心的空虛。一開始，當你獲得升遷或是加薪的時候，大腦會分泌多巴胺，看起來好像有點效果，但這種化學物質的消退速度非常快，它實際上只會讓你感到更加口渴、更加焦慮。這在心理學上被稱為享樂適應，也就是我們俗稱的跑步機效應。我們為了逃避那個深層覺得自己不夠好的恐懼，就不斷地用下一個專案、下一個目標來麻痹自己。老實說，這在商業實務與個人心理健康上都是一個注定會面臨破產的策略，因為你永遠無法用外部的物質去填補你內部作業系統的漏洞。為了徹底解構這個問題，我們今天要系統性的拆解這堂史丹福商學院的大師課。這絕對不是什麼虛無縹緲的心靈雞湯，而是一套極度嚴謹的執行框架。我們今天會走過6個關鍵階段，首先是外部成就的幻覺，接着是後設認知雙重賽局，再來是3個具體實踐，解雇內在教練，拔出隱形釘子，相信第二聲音。最後我們會探討人生班機本身的真正意義。這套邏輯方法能夠幫助你在保持強大野心的同時，絕對不需要犧牲你的心理健康與內在平靜。讓我們直接進入第一部分，外部成就的幻覺。這也就是為什麼下一個里程碑永遠無法解決一切。威佛教授回顧了他過去30年的人生衝刺，他從高中開始就不快樂，拼命考大學，到了大學依舊痛苦，又拼命擠進華爾街，接着每週工作100小時，甚至在創業初期還面臨嚴重的虧損。他痛苦地發現，把快樂遞延到未來的某個階段，完全是一種邏輯上的嚴重謬誤。如果你永遠活在未來，你將永遠無法在當下感到滿足。為了破解這個幻覺，我們來到第2部分，後設認知雙重賽局。我們現在就要來學習，到底該如何真正掌握你大腦裡的內部作業系統。其實，在任何時刻，我們都在同時進行2場平行的賽局。一場是外部賽局，也就是你的職位、薪水與社會地位；那一場則是內部賽局。我們必須非常權威地指出一個事實：你生命中絕大部分的喜悅、平靜，完全是由你的內部賽局所產生的。那麼，我們要如何掌握這個內部賽局呢？這裡有一個技術性的專有名詞，叫做後設認知。這絕對不是什麼神秘學的概念，而是一個非常具體、完全合乎邏輯的心理學名詞。
後設認知簡單來說，就是思考你自己的思考，或者說是去覺察、反思你腦海中的念頭。各位可以把後設認知想象成一塊肌肉，這是一塊你可以透過刻意練習來強化的心理肌肉。無論你是透過冥想、尋求專業教練指導、進行心理諮商、寫日記，或者只是單純的花時間與自己的思緒獨處，這些都是鍛鍊這塊肌肉非常有效的方法。當你的這塊肌肉越強大，你就越能掌控自己的內部賽局。簡單整理一下剛剛的內容，我們把這兩場賽局做更明確的對比。內部賽局專注於愛自己、內心的平靜，以及你如何看待你自己；而外部賽局則圍繞着金錢、工作、讚譽和物質享受。社會上很多人其實有一種錯誤的二分法，他們認為要麼成為一個在商場上廝殺但內心痛苦的贏家，要麼就是成為一個內心平靜但放棄世俗成就的隱士。但根據威佛教授過去12年來的深度實踐與商業研究證明，身為一個高績效人士，你絕對可以同時擁有這兩者。你可以擁有強烈的熱情與野心，建立一番偉大的事業，同時在內心深處感到無比的平靜與滿足。這就像是企業在追求高營收的同時，也具備極度健康的企業文化一樣。這兩者並不互斥，但前提是您必須付出與追求外部成功同等的努力，去認真經營你的內部賽局。既然後設認知是一塊可以鍛鍊的肌肉，我們就需要一套具體的管理框架。教授將他多年的內在修煉濃縮成了3個極具可操作性的高階管理步驟。第一步是解雇你的內在教練，第二步是拔出你頭上的隱形釘子，第三步是相信你的第二聲音。這3個步驟有着非常嚴密的邏輯遞進關係。第一步是清楚破壞性的自我對話，第二步是勇敢面對並解決短期的痛苦，最後第3步則是建立長期的戰略導航系統。我們現在就來逐一深入拆解這3個關鍵步驟。首先，我們來到實踐1，解雇內在教練。這意味着我們必須讓內心那個充滿恐懼的聲音徹底噤聲，重新奪回大腦的話語權。教授曾經觀察到一個非常令人心碎的場景，有一個8歲的小男孩在比賽中表現不佳，他的教練把他叫過來痛罵：“你什麼都不是，你的價值完全取決於表現，表現不好你就毫無價值。”而那個男孩完全沒有反駁，只是默默吸收了這一切。其實，我們多數人在成長過程中，早就把這種有毒的唯績效論的價值觀，深深內化成了自己的內在教練。很多人會辯解說，對自己嚴格一點有什麼不好？這就是我進步的動力了。但如果我們從高階主管領導力的角度來分析，這種策略其實會產生極大的反效果。教授在一次投資慘賠的時候發現，他腦海中的教練瘋狂辱罵他是白痴，但這個嚴厲的聲音從未沒有提出過任何實質的建議、策略或解決方案。這個聲音純粹只是恐懼的化身，恐懼失敗，恐懼不夠好。你想想看，如果你在現實中是個只會瘋狂痛罵員工，卻給不出任何方向的慣老闆，你的團隊絕對會失去動力，甚至因為害怕犯錯而徹底癱瘓，對吧？每天在腦海裡扮演這個最糟糕的執行長，只會摧毀你領導自己與領導團隊的能力。接下來這一點超級重要，我們進入第2個實踐，拔出隱形釘子。為了追求長期的巔峰，你必須願意忍受短期的陣痛。網絡上曾經有一支爆紅的搞笑影片，畫面中一個女人不斷抱怨她頭痛欲裂，壓力很大，但其實觀眾都看得很清楚，她的額頭上正正地插着一根大鐵釘。當她的男朋友委婉建議她拔出釘子的時候，她卻生氣地大罵說：“這根本不關釘子的事。”這聽起來很荒謬，對吧？但這其實完美隱喻了我們的人生。教授有一位女性朋友 Olivia， 她在婚前就發現未婚夫有嚴重的酗酒與情緒失控問題，但在婚禮前夕，她告訴自己，喜帖都發了，定金也付了，於是硬着頭皮結了婚。這在行為經濟學上就是非常典型的沉沒成本謬誤。結果是37年過去了，她依然處於那段痛苦的婚姻中，持續消耗着生命能量。
許多高智商的成就者在面對錯誤的事業方向或有毒的人際關係時，也會犯下同樣的錯誤。我們之所以不願意拔出那些明顯讓我們痛苦的釘子，邏輯其實很簡單，因為拔出來的那一瞬間會非常非常痛，我們寧願忍受長達數十年的慢性折磨，也不願面對改變所帶來的短期撕裂傷。如果我們從數據與成長曲線的邏輯來看這件事，人生的發展軌跡絕對不是一條直線，它更像是一個錐形的曲線，總共分為3個階段。第一個階段是局部的最高點，代表你現在所處的位置。你可能覺得卡住了，不快樂，但至少這是一個讓你感到熟悉和安全的狀態。接着，如果你想要達到真正的巔峰，你必須先進入第2個階段，也就是一個低谷。這個低谷代表着改變所帶來的短期陣痛。情況在變好之前，必定會先變得更糟。你可能會面臨短期的財務壓力、失去安全感，或是關係的斷裂。因為我們人類天生就具有損失規避的心理，多數人都會在這個谷底前卻步。但是，只要你願意承受並穿越這個低谷，狠下心拔出那根釘子，你就會迎來第3個階段，也就是一個更高、更廣闊的巔峰。這不僅代表着實質的成長，更代表着你終於學會了愛自己。這是你留在原地永遠無法體會到的境界。經歷了拔出釘子、穿越低谷的陣痛之後，我們來到第3個實踐，相信第二聲音，也就是將直覺正式提升為你的高階戰略工具。除了那個充滿恐懼的內在教練，我們每個人的內心其實都還有另一個聲音，我們可以稱之為直覺。與恐懼的教練不同，這個第二聲音是透過能量來與你溝通的。當你面對一個錯誤的選擇時，你的身體會感受到一股沉重的窒息感，能量會瞬間被抽乾。相反地，當你接觸到真正適合你的方向時，即使充滿未知，你依然會感到無比的興奮與活力。為了驗證這個論點，我們來看看蘋果創辦人 Steve 賈伯斯是怎麼說的。他曾經說過，要擁有追隨你的心與直覺的勇氣。他們不知為何已經知道你真正想要成為什麼樣的人。在高度不確定性、高風險的商業環境中，當所有的數據和報表都無法給你明確答案的時候，頂尖的領導者往往是依靠直覺來做出突破性的決策的。直覺並非盲目猜測，而是大腦潛意識處理海量資訊後所提煉出來的精華。所以，當你下次在2個重大選擇之間猶豫不決，跑去徵詢無數人的意見，覺得自己充滿困惑的時候，請你停下來，用最強烈的語氣問自己一個問題：你真的是不清楚該怎麼做，還是你只是感到害怕？各位，請誠實面對自己。我們絕大多數的猶豫不決，其實都只是在跟我們內心的恐懼進行談判而已。你的靈魂，你的直覺，早就透過能量的起伏，把答案告訴你了。你不是缺乏清晰度，你缺乏的只是去執行的勇氣。那麼，我們要如何克服這種讓人癱瘓的恐懼呢？這裡提供一個非常務實，而且完全符合認知行為療法精神的高效戰術。把你的恐懼具體寫在紙上。恐懼最危險的時候，是當它潛伏在你的潛意識裡，像一團模糊不清的烏雲，讓你動彈不得。但是，當你強迫自己把恐懼白紙黑字寫下來的時候，大腦的運作機制就會發生改變。恐懼瞬間從一個模糊的心理障礙，變成了一個具體、客觀的問題。而作為一個專業人士，解決問題正是你最擅長的事，對吧？例如，你害怕創業是因為身上有學貸，寫下來之後，問題就轉化為我該如何降低生活成本，讓我在創業初期依然能償還學貸。這個簡單的物理動作，能立刻將大腦從恐懼的邊緣系統癱瘓模式，切換到大腦前額葉的主動邏輯解題模式。我們繼續聊下去，最後一個部分，班機本身的真正意義。當我們將內部操作系統升級，學會運用後設認知之後，外部的商業與人生結果往往會出現超乎想象的躍進。
最後總結今天的3大重點，要贏得世俗的成功，而不摧毀自己的靈魂，你必須建立堅強的後設認知。第一，解僱你的內在教練，停止讓恐懼主導內心對話。第二，拔出隱形釘子，勇敢面對問題，接受情況在變好之前必定會先變糟的現實。第三，相信第二聲音，讓能量引導戰略方向，並把恐懼寫下來，轉化為具體問題。威弗教授在2014年陷入低谷後，嚴格實踐這3個步驟，結果他的投資公司在那之後資產規模整整成長了50倍。因為當領導者不再被恐懼綁架，並賦予團隊信任直覺的權利時，這家公司就展現出了驚人的爆發力。這證明了內部賽局的成功絕對能帶動外部賽局的勝利。儘管取得了50倍的商業增長，但對教授來說，這些數字遠比不上他內在的覺醒。他回想起以前帶着3個5歲以下的孩子搭飛機的日子，那時候他總是精疲力盡，看着頭等艙裡喝着香檳的商務人士，充滿羨慕，急着想趕快結束那趟混亂的旅程。但現在，他卻願意付出一切代價，只為回到那班飛機上，陪孩子在餐桌板上玩耍。他終於領悟到，那趟班機本身的意義就是那趟班機而已。過程本身就是目的。在你關掉這支解說之前，問問自己，你腦海裡那個惡毒的內在教練，今天又對你說了什麼謊？總結一下今天的重點，外部成就永遠無法填補內在空虛，我們必須透過後設認知，解僱恐懼的內在教練，勇敢拔出痛苦的釘子，並承受短期低谷，最後學會信任直覺的第二聲音，才能在贏得人生勝利的同時，找回內心的平靜。今天的內容就到這邊，如果你覺得這集有幫助，記得馬上點讚、訂閱、加開啟小鈴鐺。我們正在衝訂閱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們下次見，拜拜。